这是怎么了？爹，这2个人是来闹事的，还说是宋大哥的娘子和小妹，这怎么可能？休要胡说！上次宋公子过来时便和我说过成亲的事，怎么没可能？宋娘子对不住了，这是我的小女陈思儿，平时不常来书局，一时没弄清楚了，误会了，我替她和你们道歉。江清月见着陈掌柜还算和蔼，并且没有因为他的外貌而轻视怠慢，便也没有打算揪着不放。这是我相公托我带过来的书，烦请陈掌柜验一下吧。翻开书看了2眼，确定是宋燕的字迹无误，便爽快地将约定好的400文钱递给江清月，又把要抄的新书也递给他。江清月一并接过，只是钱还没捂热，就已经在想着花的事情了。昨天他在收拾宋燕书桌的时候就发现，他用的那支笔都已经快秃了，所以想着趁今天来镇上买支笔送给他。江清月在陈掌柜的介绍下，随手拿起一支看得顺眼的笔，一问价钱，立马就放了回去。一支笔竟然要2两银子，陈掌柜，有没有便宜一些的？刚才你拿的那支是狼毫，是我们店最贵的，这支羊毫笔只要100文，你看看合不合适？江清月哪里会看好不好，只会看价格而已，最便宜的也要100文，真贵呀。宋娘子，我们这儿卖的笔没有比这个更便宜的了，实在不行你可以去东边那边看看，或许还有更便宜的。那就要这支羊毫的吧。等从书局出来时，宋冬梅还是一脸的感动。三嫂，没想到你对我三哥还怪好的，100文能买好几斤肉了，你眼都不眨就给三哥买了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江清月也不好意思肉疼了。你三哥的字配得上最好的笔，眼下条件有限，等以后挣了银子再给他换好的。宋冬梅听后又是一阵唏嘘，只不过这份感动仅仅维持了片刻，等江清月进到米铺后，顿时就感动不出来了。买笔的时候，三嫂问的是哪个最便宜，可等到买米买面的时候，三嫂却直接奔最贵最好的。12文1斤的精米，10文1斤的上等白面，三嫂眼睛都不眨一下，每样直接要了20斤。就这还是因为怕背不动。三嫂，这米和面没必要买这么好的吧？那边有糙米和粗杂面，看起来也不差。冬梅，你听我的，别的东西都可以省，但是这米面不能省，要吃就吃好的。钱的话你别操心，以后可以挣的。他之所以坚持买好的，就是想找机会把空间里的米面拿出来用，否则品相差异太大，迟早要被宋燕给发现的。三嫂，你想做什么挣钱啊？上次你不是问我怎么做香姨子吗？我打算回去先做起来试试看，好的话我们就带到镇上来卖。宋冬梅见他往杀猪铺走，立马就明白过来。三嫂，你这是要去买猪胰子吧？我三哥以前也曾经做过，但是猪胰子本来就稀缺，咱们来的这么晚，肯定没有了。不买猪胰子，用猪板油也可以做。猪板油？这怎么可能？不信的话，回去你就知道了。两人走到杀猪铺一问，上好的猪板油最低要20文1斤。江清月一咬牙，直接要了10斤，18文1斤的臀尖肉也要了2斤。最后一番软磨硬泡，硬是要卖肉的送了2根大棒骨。宋冬梅刚刚才从江清月买米买面的余震中缓了过来，见他一下子买了这么多肉，而且还专挑好的买。三嫂，你这是打算一次性把钱造完，以后不够了呀？别看买的多，可这10斤猪板油顶多只能熬出来5、6斤猪油，
想要挣钱就得先要投入才行。宋冬梅明白这个道理，可还是不免被这个场面给吓到了。饿不饿？都已经过了饭点了。不饿不饿，早上吃的多。哪知话音刚落，肚子便传来咕噜噜的叫声。走，嫂子请你吃包子。掌柜的，包子怎么卖？素包1碗，肉包2碗。要10个肉包。好嘞。动作之快，让一向麻利的宋冬梅再次陷入了怀疑。这三嫂花起钱来可真吓人。快，趁热吃。真好吃。拿，吃完自己拿。2个够了。三嫂，现在咱们可以回去了吧？我有点累了。你不是要给婆母抓药吗？宋冬梅这才恍然想起来，连忙拉着江清月快步往药铺走去。等药抓好，俩人便一块背着沉甸甸的竹篓往回走。冬梅，咱们还是坐牛车吧，2倍就2倍好了。宋冬梅此刻已经对三嫂花钱这件事产生了免疫，这么多钱都花了，还能在乎多出的那2文钱吗？便二话不说，带着江清月去了村里牛大叔的牛车前。牛大叔，这是我的2份牛车钱，你看下。说完，又把刚买的肉包子拿了2个递过去。牛大叔，我看你一直等在这儿，估计还没吃饭吧？我刚买的包子，你尝尝。这钱你拿着，这个肉包呢，就当是车费了，正好我也饿了。这次就算了，下次可不许再给双倍了。江清月诧异地看了看他，之前不是说他坐车要双倍吗？牛大叔假装没看见，他哪里好意思说，之前要收2倍钱不是因为他胖，而是因为他太邋遢了，坐他旁边的人都要被熏吐了。俩人上车没多久，村里其余人也都陆陆续续回来了。哟，看样子这2吊钱是要回来了。我的个乖乖，这是买了多少东西啊？岂不是又花光了？花光呀，也比要不回来强不是吗？面对大家的好奇，江清月只好笑着附和几句。我三嫂以前就是太好欺负了，好多事情都是她娘和她奶撺掇的，出嫁前好多事她也是身不由己。宋冬梅一个劲儿的想替江清月洗白。对于前半句，大家伙是不信的，毕竟以前的江清月可不是好欺负的，那也曾经是连村口的土狗见了都要跑的人物。不管以前怎么样，都过去了，只要以后好好过日子就成。面对大家的示好，江清月只得全程淡笑着附和。有了牛车的加持，回去的路程果然快了不少。天儿说有事出去一趟，让你别担心，他很快就回来。江清月如常的点了点头。一进厨房，他就把买回来的东西一一拿了出来，随后又从空间里拿了30个鸡蛋出来，又把空间里的调料每样都拿了一些出来。除此之外，原本买回来的20斤米和20斤白面也都被他混了不少现代的米面掺和进去。刚弄好起身，就见院子里多了个人影，顿时将他吓了一跳。你回来了？上山了一趟。江清月看到地上的2只野鸡，顿时喜出望外，也顾不上问其他的。宗燕见他看到肉，果然就没再追问旁的，便带着怀里刚挖回来的野山参进了屋。哪知道刚进屋还没收拾，突然见他又追了进来。有事？没事儿，就是问你饿不饿，晚饭还要等一会儿，饿的话先吃桌上的包子吧。这是毛笔？是我买给你的，为了感谢你上午的帮忙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买笔做谢礼的钱是我抄书挣来的。没错，但是光挑选也费了我不少心思呢。哼，这么说来，那还要多谢你费心了。不客气，吃你的包子吧，我去做饭了。为了凸显第一次吃上肉的暴发户气质，江清月特地选择包了纯肉的饺子。三嫂，
你是真打算以后不过了呀？今天先吃饱了再说。你回去把娘喊过来，不管编什么理由，只要不说过来吃饭就成。宋冬梅哎了一声，拔腿就走。小月呀，冬梅说你要我过来帮你补衣服。他听错了，我说让他喊你过来吃饺子。吴氏一听是让他过来吃饺子的，二话不说便要拉着冬梅走。你和燕儿吃吧，隔壁你大嫂正在做饭呢。娘，今天是特殊情况，我早上不是去娘家把钱要回来了吗？正好庆祝下，吃顿好的。说完便挽着吴氏一块往屋里走。吴氏身量本就娇小，被江清月拉得毫无还手之力，直接被按坐在了桌前。娘，你快尝尝啊。好吃吗？好吃，你也吃。好吃就好，冬梅你也吃，今天饺子管够。好吃，香死了。三人都已动筷，只有宋燕一个人坐在桌边，看着桌上的饺子微微发怔。阿燕，这包饺子的钱还多亏你帮忙讨回来的，你理应多吃一些。今天刚帮你接了新活，多吃点，早点养好身体才行。吴氏见两人之间互动亲昵，心中很是快慰。小月这么能干，把家里家外收拾得妥妥帖帖的，还一日三餐的照顾你，以后你也要多多体贴她，听到了没？知道了，母亲。宋冬梅一边吃饭一边聊起两人今天在镇上买东西的情形。说着说着，话锋突然一转。对了，三哥，你跟那个陈思儿很熟吗？今天我和三嫂在书局被他气得半死，下次你要是见到他，可一定要替三嫂讨个公道回来。陈思儿，是不是陈掌柜的女儿？我见过，并不熟。不熟？那他为啥一口一个宋大哥叫你啊？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三嫂配不上你？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三嫂的事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这事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？你三哥不是那种人，燕儿，你一定要和小月解释清楚。说完便拉着爱搅浑水的宋冬梅要回去，好把地方留给夫妻二人。陈思儿的事儿你不必解释，我对你的私事并不感兴趣。我上次说过会给你最大的自由，咱们往后只要维持表面的夫妻关系即可，反正1年后咱们也是桥归桥，路归路了。闻言，宋燕不由得手上一顿，放下筷子后审视地看了他一眼。既然你已经答应和离，为何要等到1年后？我家里人对我的态度你也看到了，现在和离我能有什么好下场？我不过是想趁着这1年的时间多挣点银子，等我挣够了银子，我就走得远远的，眼不见为净罢了。我知道这件事儿你比较吃亏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会帮你调理好你母亲的身体作为条件。哦，你想怎么调理？今天我陪冬梅去给娘抓药，听大夫说娘的身体是早年伤寒久病不愈给拖垮的，这辈子都无法根治，怕是要一辈子都喝药维持。如今夏天还尚可，等到秋天一来便久咳不止，我说的对吗？你既然跟去了，知道这些并不难，难的是你有什么本事能治好它。他无比确信上一世的江清月是绝对不会医术的。你应该知道我爷爷去世前是大夫吧，我从小就给他打下手，多少也懂一点药理。再说娘的身体是慢性病，最重要的就是日常调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爷爷是给牲口看病的。江清月见说不过他，直接走上前，将他额头上的纱布3下5除2拆了下来。你自己看，你这额头上的伤口一直是我在处理的，眼见为实。虽然他能感觉到伤口在愈合，但是亲眼看见还是比心里预期要快了不少。怎么样？可以，我答应你的要求，只不过不能等1年以后，最迟明年春天我们就要和离。明年春天天下势必大乱，到时候逃荒的逃荒，起义的起义，全村人都各奔东西。
上一世，江清月就是在逃荒前夕攀上了别的男人，离开了家。既然上天注定两人要到那时才能和离，那便拖到那时吧。明年春天，行吧，那就明年春天。好，只要在此期间你不做出行为出格的事，我们就相安无事。那我也有个条件，既然是搭伙过日子，为了尽可能的减少日后不必要的矛盾，家里的活计咱也应该提前分配好才行。可以，你说。以后还是我来做饭，但是碗要由你洗。除此之外，收拾家里洗衣服我来，你要负责劈柴挑水。可以，还有吗？银钱方面，我们谁都不占谁的便宜，以后我会自己想办法挣银子，除去家庭开支平摊外，其余的各自管各自的。随你。江清月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你要出去啊？等下我要出去一趟，柴火和水我都已经弄回来了。江清月吃了一惊，跑回厨房一看，水缸果然是满的，灶台一侧果然也堆着劈好的柴。你等一下，早饭你带着路上吃吧，中午你回不回来，要不要给你留饭？回来。他不在也好，正好今天上午可以开始着手做香姨子了。没多久，宋冬梅便被满院的香味给勾过来了。三嫂，咱们今天是不是要做香姨子啦？你来的正好，帮我看着锅，我来弄碱水。三嫂，你弄那水干什么？这个过滤的水是做香姨子必不可少的东西，过滤好就这么静置半天才好用。宋冬梅似懂非懂，我看会了，我来弄吧，你来看锅。两人忙了一上午，把买回来的猪板油都熬了出来，又过滤了一大桶的草木灰水。正准备开始退鸡毛准备午饭，突然听见隔壁传来了叫骂声。这是骂谁呢？早上我出来的时候，二嫂就在那絮絮叨叨的抱怨，说娘偷偷补贴你和三哥，所以昨天偷摸过来吃饺子。今天你这院里都是肉香，估计他又犯病了，以为这买肉的钱都是娘偷偷补贴的。原来是骂我呀。唉，娘还不让我还嘴，说让他骂两句过瘾就算了，还说以后都不让我过来你这边吃饭了。以你对他的了解，不还嘴有用吗？当然没用了，你不知道，二嫂她那个人就是嘴巴贱，你越是不做声，她越是觉得你好欺负，就越没完没了。有道理。二嫂，你骂谁呢？有完没完啦？刘秀娥吓了一跳，一抬头这才看见墙头上的两个人。哟，你管得着吗？我骂的是那天哄了老娘钱买肉吃的馋鬼婆娘，你心虚个什么劲儿？刘秀娥，我买肉的钱哪儿来的？全村人都一清二楚，你红口白牙说是老娘给的就是了。哼，就是啊，老娘昨天给钱的时候，大哥二哥都在呢，买回来的药你们也看到了。啊呸！要是老娘没出钱，你昨天能那么好心喊老娘去吃饺子？就算不是哄骗老娘得来的，那钱也是老三的，不是你的。是不是我的另说，反正不是你的。我男人抄书挣来的银子，我想花就花，想买肉吃就买肉吃，我想孝敬老娘就孝敬老娘，关你屁事儿。连我男人挣的银子怎么花你都要惦记，我看你就是病得不轻。合着我没请你吃肉，你心里不舒坦呗？可惜了，我买的肉，我想给谁吃就给谁吃，你心里不爽也只能憋着。哎呦，娘，你看他，不就是买了点肉吗？臭显摆！我买的可不是一丁点肉，这熬了一上午了，你没闻着味儿吗？对了，一会儿中午我们家还要炖鸡吃呢，馋不死你！刘秀娥人站在下风，势头也处在下风，被江清月的话气得满院子转悠，最后还是被老二宋夏江给拉回屋里去了。哎呦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也不吱一声。就刚刚他一进门就看见江清月扒在墙头上，朝着对面疯狂输出。看来这几天给他憋坏了，
可算找到个发泄的出口。娘，我让小妹帮我干活呢，她中午饭我管了。说完便拍拍手爬了下来，准备做饭去了。江清月炒菜的时候，隔壁的刘秀娥就坐在窗户下生闷气。哼，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，我早就撕碎了它。切，拉倒吧，人家这事儿说的没错，的确没花咱娘的钱，而且老三心甘情愿的愿意给他花钱和他过日子，你就别眼馋了。再说了啊，人家愿意孝敬娘，给小妹吃那是好心。你呀，跟大嫂学着点，人家可没说过一句不是吧？前几天送的鱼你没吃？哎，要是你能像老三那样争点气，我也不至于受这窝囊气。宋夏江懒得听他废话，径直走出了门。哎，你干啥去？吃饭去。你要是不想吃啊，就坐在这窗户边继续闻吧啊，看看能不能闻饱了。哇，嫂子，这鸡好辣好过瘾啊，你哪里买的猪鱼啊？就上次咱们去抓药的对面铺子啊，不过不是猪鱼，当时掌柜说他们有从外地来的辣料，我就买了些。下一秒突然见他猛咳起来，脸上也顿时红了起来。宋冬梅哈哈大笑，哈哈哈，三哥，原来你这么能吃辣呀。那喝点水。我不知道你不能吃辣，要不你尝尝这个蕨菜吧。无妨。说完，目光恰好落在正在吃饭的宋冬梅和江清月身上。冬梅，你慢点吃，小心呛着。没事，我不会呛着的。宋燕点。宋冬梅虽然人吃得多，但是干活也积极，饭还没吃完就问江清月下午要干什么。要不下午再上山一趟，弄点野苋菜回来，晚上配上肉渣一起包包子，另外再炖个大骨头汤。三嫂，你就别上山了，正好大嫂一会儿要去，我跟着她一块儿去，快去快回。你还有点别的吗？方便的话砍几根竹子回来。竹笋？现在的竹笋都老了，不能吃了。你个馋猫，我是要竹子做模具用的。刚才听错了，没问题。家里还缺个浴桶，你看看你抄书之余能不能做一个出来。哎，三嫂，你这可问错人了。我三哥的手除了写字其他能干什么呀？这木工的话还是要找大哥，一会儿回去我就跟大哥说一下哈。也好，那你先帮我问问，你就说工费按照外面的来。也好，他现在的确也不应该会，还是继续抄他的书吧。娘，大哥干活真是一把好手，这才一会儿的功夫，芋头马上就快做好了。你大哥从小就爱干这些木工活儿，家里的东西啊都是他亲手做的。宋春山被俩人夸得不好意思。三弟妹，这还有剩下的木料，要不给你们做2个小板凳吧？太好了，那多谢大哥。宋燕虽然人在房内抄书，但耳边却一直充斥着江清月几人的说笑声。这女人平时和自己谈话的时候总是一副神情严肃的样子，难道自己很吓人吗？于是便试探地走了出来，哪知道他一到院子里，江清月果然止住了话头，就连脸上的笑也消失了。恰逢大嫂张素娘和宋冬梅上山挖野菜回来，砍了这么多竹子啊。那是啊，既然砍了，那就多砍几根。对了大哥，正好你在，等一下直接帮桑嫂用这个竹子做个模具吧。可以。大哥已经累了一下午了，这点小活我们自己弄就成了。大哥忙了一下午不说，这木头也是你们的。哎呀，这木头又不值钱，都是山上砍的。等老三身体好些啊，跟他大哥一块上个山砍些便是。江清月见两人执意不收，只好求助地看了一眼宋燕。也好，我现在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，以后可以和大哥一块上山。等人走后，宋冬梅便邀功似的把自己在山上挖的一堆野菜给倒了出来。三嫂，你看，我不光挖了野苋菜，
还弄了不少野薄荷过来呢。上次你不是说这薄荷也可以加到香姨子里面吗？你挖错了，这个是仙草，不是野薄荷。啊？猜错了？怪不得我刚才闻着味道有点奇怪了。完了，白忙活半天了。那倒不至于，这个草我也有别的用处，你先去洗一下，在院子里摊开晾晾。嘿，好，我现在就去溪边洗去。等宋冬梅洗好仙草回来，江清月的包子已经开始上锅蒸了。包子蒸好了吗？好香啊！冬梅啊，这几个包子你先拿到隔壁去，一人一个，尝尝鲜。二嫂也要给吗？给，不光要给，你还要让她第一个挑。于是便按照江清月嘱咐的送了过去。早去早回，我们等你吃饭。三嫂，你没看刚才二嫂的脸色，比她挑到那个纯野菜的包子还要绿呢。你怎么就料到她会选那个呢？那个包子大了一圈，其他人或许注意不到，但她肯定能注意到。还是三嫂你厉害，不愧是之前能抢过二嫂的人。江清月，还能不能好好吃饭了？吃完饭，江清月打算趁热打铁，把香皂给做出来。冬梅，去催你三哥的模具，看看好了没。话音刚落，宋燕便提着几个竹筒走了进来。看看行不行？江清月接过来一看，竹筒被处理得很干净。谢了。嫂，这就成了？那咱们过2天是不是就能去镇上卖去了？哪有那么快？啊，等那么久才能换银子啊？那这1个月怎么办呀？你今天不是还采了仙草吗？明天睡醒了，咱们先来捯饬那个。宋冬梅将信将疑，撅着小嘴回去了。趁着宋燕刷锅洗碗的功夫，江清月偷偷溜进空间，查了查烧仙草的做法，然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和对未来的美好渴望，昏昏睡了过去。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响动，匆匆换好衣服走了出去，到厨房一看，里面果然多了个人。住手！哎呦，你个死丫头，先吓死你老娘！一大早的，我还以为家里进贼了。哎呦，什么贼呀？我是来看看你，顺便帮你看看包子熟没熟。那下一步是不是要该帮我尝尝咸淡了？这鸡蛋和肉渣也是你帮我拿出来的？你这孩子，家里有什么好东西也不知道孝敬你娘。我听说你们家昨儿又是炖鸡的，又是包饺子的，只是把那2吊钱全都花光了，以后不过了。家里拢共就这么点东西，孝敬完你，我和安燕吃什么？还有，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？前天早上在江家的时候，你是咋说的来着？清月，你听我说，前天的事儿啊是个误会，我当时是被你气得心寒了，只是想试探一下你，看看到底是2吊钱重要，还是你爹娘重要，并不是不想还给你呀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其实我也是因为寒了心，所以才问你要钱。你和父亲还有奶奶都那么对我，我现在一时半会儿也没办法再相信你们了。除非你先借我2两银子花花，让我看看娘的诚意。上次那2吊钱的事儿，害我被你奶骂了大半天了，我现在哪还有钱借给你？江清月朝他发髻上瞄了一眼，直接伸手将他头上的银簪子拔了下来。我记得当时出嫁前你说这个会陪嫁给我，我说怎么找不到了，原来是被娘给拿走了。哎，你个死丫头，还我银簪子！江清月左右看了看前来围观的村民，指着刘秀娥质问道：二嫂，我昨天好心给你送包子，你倒好，连夜跑到江家去告状，撺掇我娘一大早过来偷东西，你这安的什么心呢？昨天晚上你是跑去江家了？我说你昨个去个茅房，怎么去了那么半天？你是存心不想好了是吧？啊？
老三家不过是吃了顿肉，至于让你这么眼馋吗？王桂兰，我不过是跟你说了一嘴，谁撺掇你来偷东西了？众人一听，纷纷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。争吵间，早上出门的宋燕也已经回来了。阿燕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刚才家里差点遭贼了。哎，我就是过来看看，我拿啥了？反倒是你个死丫头，刚才薅了老娘的簪子。岳母大人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休要再纠缠。不行的话，我只能把村长请来评评理了。阿燕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就让他搜吧，也正好还我一个清白。哼，不是，你刚刚明明……够了娘，我知道你偷东西被抓现行，面子上过不去，想要往我身上泼脏水。你搜也搜了，找也找了，要是觉得还不过瘾，那咱们就去找村长评评理吧。好，你给我等着！说完便见鬼似的拔腿就往家里跑。宋夏江瞪了一眼刘秀娥，回家再跟你算账。这簪子本来就说好了要给我做嫁妆的，结果还没焐热就被他给拿走了，现在不过是物归原主而已。宋燕知道这件事儿，但还是不免被他刚才的行为给惊到了。刚才他那副委屈巴巴又坦荡的样子，竟然把他都给骗了。三嫂，这就是你昨天说的那个仙草？你来的正好，你帮我看着锅，这个还要再熬一会儿。宋冬梅看见江清月忙了半天，就做了一盆黑乎乎的粘稠液体，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。这看起来比娘的汤药还要黑，能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，等晚上就知道了。不过要是有蜂蜜就好了。拉倒吧，我还想吃蜂蜜呢。那蜂蜜不是在老高的树上，就是长在悬崖峭壁上，这都算是其次的。要是被那毒蜂咬一口，能让你痛到痛不欲生。江清月想想也是，实在不行，咱们再去一趟山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带甜味的野果子。这倒是可以。宋冬梅二话不说，背着篓子带他上了山。三嫂，接着了，你看这果子能行吗？我已经等了很久了，现在是最甜的时候。江清月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桑树，惊叹之余，忙摘了一颗下来，直接丢进嘴里，比想象中要甜一些。冬梅，你摘黑的，我摘白的，咱们分开放，篮子底下别忘了放点桑叶。江清月看差不多了，就连忙喊停。回去的路上，宋冬梅激动地拉着江清月喊道：哎，三嫂，你看那是什么？江清月有些头皮发麻，但是看着这么大的蜂巢，还是有点眼馋。三嫂，要不要弄它？先回去再说吧。哪曾想，刚到大门10几尺开外，便远远看到一位身穿红色衫裙的姑娘正在敲他们家的门。阿燕哥，开门，让我进去等吧，这外面太热了。三嫂，这江翠翠肯定又是来找你的吧？思索间，江清月已经走到人身后。你来这干嘛？清月姐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的？既然是来找我的，那你方才一直喊燕哥干什么？他没告诉你我不在？他说了，但是这外面太热了，所以我才想让他开门，我进去等。呸，不要脸！姐姐不在家，你还缠着姐夫要进去坐？清月姐，我好不容易从家里跑出来，想给你送点好东西的，我怕在外面太久被别人发现，没想到你却这么想我。给我吧。什么？江翠翠回了回神，连忙把藏在衣袖里的一罐子吃食掏了出来。清月姐，上次你回去的时候，我看你都瘦了，所以特地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拌饭酱给你带来。江清月接过来看了一眼，立马回想起来，这个拌饭酱的确是原主在江家的时候最喜欢吃的，每次也都是这个堂妹亲自做的。
但奇怪的是，这玩意儿除了原主，江家其他人都不吃。东西给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清月姐，你和阿燕哥真的圆房了吗？当然，以后不许叫哥，要叫姐夫，乖。你怎么能这样？当初……不等人说完，江清月直接啪的一声把门给关上了。再敢乱敲门，我就撕烂你的嘴！一扭头，发现宋燕还正襟危坐的提笔抄着书，仿佛外面乱成什么样也影响不到他。三嫂，烧仙草。江清月给他一个收到的眼神，给尝尝。宋冬梅一脑门的汗，又渴又热，但是看见眼前这黑乎乎没吃过的东西，也不敢冒险。三嫂，你再弄2碗，端进去和三哥一起吃呗。放心吧，毒不死你。说归说，还是飞快地弄了2碗出来。三哥，快点，嫂子做的烧仙草好了，咱们一起尝尝。江清月不需要做心理建设，直接挖了一大勺入口。宋冬梅见他吃得这么快，也连忙舀了一勺尝起来。娘啊，真好吃啊！三嫂，这烧仙草怎么吃起来冰冰凉凉的？刚才倒了点薄荷汁进去。怪不得。三哥，你也快尝尝。宋燕轻嗯了一声，刚低头要去吃，江清月不咸不淡的声音响起来：刚才我堂妹在外面敲了半天门，你怎么一直没回应？是吗？我没听见。切，装，接着装。宋燕无奈地抿了抿唇，幸好刚才没去开门，不然更说不清楚了。三嫂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闻起来那么香啊？而且香的有点怪怪的。别动，这东西是江翠翠送来的，你小心点。她是你堂妹，难不成还会下毒害你啊？难说。哦，我懂了。她以前喜欢三哥，现在你嫁给了三哥，所以她……话说到一半，宋冬梅就说不下去了，干笑着朝江清月解释：三嫂，你别多想，我三哥不是那样的人。你不是从小就帮你爷爷打下手肆弄草药吗？怎么连麻曲散也不识得？麻曲散？这个我的确不知，不会是什么毒药吧？那倒不至于，这东西是水麻子再配上其他中药一起研磨，这个粉一般是用来给猪长膘的。什么？江清月一个没忍住，直接拍桌子站了起来。这东西原主已经吃了好多年了，竟然是喂猪的。三嫂，你别难过，谁能想到那个江翠翠这么坏啊？幸好现在你嫁出来了，也发现了，以后咱们不吃这玩意了啊。三哥，我觉得三嫂最近好像瘦了不少呢哈。在宋冬梅的催促下，宋燕憋了半天，憋出一个恩字，还没继续说下去，就被江清月给打断了。成了，你们不用安慰我了。走，咱们现在就上门找他们理论去，我非扒了那死丫头的皮不可。哦，三哥，你好好安慰一下三嫂啊，我好像听娘再好好回去了，我明早再来。说完就匆匆跑走了。虽然被这猪饲料弄得有些没胃口，但晚饭还是要吃。等饭菜上桌，宋燕看了看自己面前的这份，又看了看他的那份，以为他是受了猪的刺激，连猪肉都不肯吃了。看什么？没什么。哦，以后我不在家，不许给他开门，更不许他碰我东西。宋燕，明天去镇上买吃食，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江清月也很快调整好状态，认真的把明天要用的东西给想了一遍。家里碗不够，我看院子里还剩了几根毛竹，你会不会做竹筒碗呢？要是不会的话，我去喊大哥过来帮忙。宋燕没犹豫的点了点头。会。不用做的多么精细，主要是把碗口给弄平整一些，拿起来不扎手，吃起来不扎嘴就成。
江清月盯着他做了一个竹筒，确认过关后，便准备去做自己的防风护具去了。蜂蜜能不能吃到，总要试了再说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做采蜜护具。你这样做太冒险了，万一……你放心，这事我一个人去，不会让冬梅出事的。而且我就是想试试，不行就回来了。等江清月弄好全部要用的护具，宋燕那边也做了10来个竹筒了，10个就够了。等明天先去卖过以后再说，如果效果好，和后面的一起付工钱给你。随你，睡了。宋燕是去睡了，但江清月还有些睡不着，干脆蒙上毯子，偷偷溜去了空间。在里面，江清月又痛痛快快洗了个澡，给全身抹了一层身体乳，又厚厚的敷了一层去痘印儿的面膜。大概是昨晚在空间里折腾得太晚，江清月难得一次起晚了。原来你是去采蜜去了，我还以为……你别想太多，我是怕你带着冬梅一起闯下大祸。这不是我昨天在树上看到的那种，你是跑到哪里去弄到的？哼，这你就别管了。哦，我就随口问问，你赶紧洗手吃饭吧。哇，三嫂，这蜂蜜你从哪买的？你三哥去弄的。怎么可能？这么好的杨蜜，我三哥他能爬上去都够呛的，还能弄这蜂蜜回来？江清月微微愣了下，看样子宋冬梅并不了解宋燕的真正实力。三哥，你被蜜蜂给蛰了。冬梅，你去大嫂那儿问问有没有竹镊子，越小越好。江清月小心翼翼地找来竹镊子，替他拔了刺，又用肥皂水帮他冲洗了下伤口。等忙好这一切，才发现宋燕整个脖子都红了。江清月神情古怪地上下打量他一番，确定没有别的伤口，这才放心带着宋冬梅出了门。刚走到半路，就看到吴氏急匆匆地从后面跑过来。给，刚才你大嫂啊，听说你们还缺勺子，就先把你大哥做的这些木勺都找出来给我了。娘，大哥做的这勺子也是准备卖的吧？多少钱算我买了。你大嫂说了，先紧着你们用，不收钱。再说你们这生意还不知道能不能做成呢，你们先拿起用再说吧。好，那就等我们回来再说。娘，你先替我谢谢大哥大嫂。梅丫头、月丫头，你们俩带这么多东西是要去镇上卖的？做了点小吃，准备去镇上试试看。牛大叔，要是能成的话，说不定我们俩以后要经常麻烦你捎我们去镇上了。嗨，那感情好啊！你们要是去的话，下次我直接到门口去接你们，也省得呀走那么远。说话间，牛车已经开动了。村里人见江清月的篓子里只是一些野果和一盆黑乎乎的东西，便也都笑笑没说话。就在这儿吧，这里人多，而且一会儿桥对面的书院也该放学了。宋冬梅已经累得满头大汗，连忙找了个树荫下凉快的地方，一屁股坐了下来。三嫂，我快热死了。天气热，咱们这仙草冻才更好卖。冬梅，你先喊两嗓子，一会儿来人了，给你也做一碗。三嫂，咋喊呢？我也没做过生意啊。江清月想了一会儿，带头吆喝起来：仙草冻，好吃的仙草冻，清凉解暑，提神又去火。喊罢，觉得有些不顺口，思索片刻，又改口道：夏天吃仙草，清凉火气少，仙草加了蜜，烦恼全抛弃。可以啊，三嫂，你都会作诗了。什么诗啊，顶多算是顺口溜。你嗓门大，快来喊喊试试。宋冬梅像是受到了鼓舞，也不再像刚才那般扭捏，站起来便开始吆喝。吆喝声很快吸引了不少人围观。你们这卖的是什么吃食啊？怎么黑漆麻糊的？我们这卖的是仙草冻，
是一味清凉解暑的上好草药做出来的，而且还加了我们深山里的芽蜜，保证好吃又解暑。这仙草冻怎么卖啊？5个铜板1碗。什么？5个铜板这么贵啊？就是，这凉茶也才卖1文钱1碗呢。没办法，我们这个仙草是长在深山里的，采集和制作都很麻烦。这果子就不说了，这芽蜜可是难得的好东西。这样，我先请大家免费尝尝，好吃再买如何？说着，便用勺子盛了一些，放在桑叶上递给大家。不错，凉丝丝的，怪好吃的。老板，先给我来1碗。我也要1碗，多给加点蜂蜜呗。江清月和宋冬梅相视一眼，高兴的连忙分工起来。我们这竹筒碗都是手工做的，可费劲儿了。带走的话要加2文钱一个，您看成吗？2文就2文。今天只是试卖，江清月带的烧仙草一共就只够30碗的。对不住了各位，明天上午我们会早点的，想吃的可以再来买。三嫂，咱们赶快回去做吧，明天早点过来。回去的路上，宋冬梅兴奋地拉着江清月算账。三嫂，你看，咱们这1文钱没花，等于是净赚了160文呢。哇，这买卖可以啊，稳赚啊。这看着是不花钱，但是这蜂蜜是你三哥冒着极大危险采来的，而且咱们的人工要钱，就连烧火的柴也是钱。哎呀，反正咱们闲着也是闲着，人工不要钱啊，东西都是白捡的，不还是白赚吗？到了家，吴氏听见动静，立马赶了过来。娘，你都没去看到，那真是可惜了。我们2篮仙草冻一下就卖完了，大家都夸我们仙草好吃呢。嘿，没吃到的都气死了。真的？没错，娘，我们俩着急回来，就是想着赶紧多做点，明天早点去。哎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小月呀，你看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你们做的呀？娘，早上大哥给的勺子，我按照2文钱一个买了，剩下的20文，麻烦你帮我问问大哥，能不能帮忙再赶10个出来，我们着急用。哎，你大哥平时就喜欢做这些小玩意儿，你给他，他也不会收的。娘，你一定要他收下，大哥的勺子做的细致，肯定费了不少功夫，你让他别嫌少就行了。吴氏眼眶一热，望着手里的铜板顿了顿。哎，好，我现在就和你大哥说去。我们带去的竹筒碗卖掉5个，2文钱一个卖的，这里一共是40文，另外麻烦你再帮忙做10个成吗？不用，留下做家用吧。那成，你挣的钱我都会给你记好的。眼下咱们要先添置碗勺，剩的不多，你先拿着吧。三嫂，这钱我不要，回来的时候我就想好了，以后我给你帮忙，你只要管我2顿饭就成了。你只要管饭？只要你不嫌我能吃就好。那好，这钱我先收着，以后你需要用钱的时候再跟我说。大嫂，你啥时候上山采蘑菇了？不是采的，上次你等在药铺的时候，我去对面买的。花那1万钱干啥呀？等下次下雨，我带你上山去捡。知道了。正准备安心吃饭，恢复体力的宋冬梅又开始话多起来。三嫂，这鸡肉怎么没有上次的辣了？我还是上次的好吃。你三哥不是不能吃辣吗？主要他现在伤疤还没掉，吃辣的刺激。你要是想吃辣，下次咱们分开炒。宋冬梅咦了一声，意味深长地看了看2人。不妨事，按照你们喜好做便是。上次只是一开始有些吃不惯，到了后面渐渐习惯也就好了。再说他又不会做，不做饭不挑咸淡的道理他还是知道的。你和娘说这蜂蜜是给他润肺止咳的，你让他记得冲水喝，平时熬点萝卜或者生姜一起，效果更好。三嫂，可咱们一共就那么多蜂蜜，过2天卖完了可咋整啊？明天早上我再去一趟山上便是了。
剩下的蜂蜜应该还够2天用的，你先拿回去，和大家说清楚是给娘治病用的。山上的蜂蜜要是难采就算了，我已经想到其他办法了。今天他在西市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卖饴糖，就想到了可以熬麦芽糖来代替蜂蜜。三哥，三嫂她对你可真好，肯定是怕你受伤。江清月和宋燕相视一眼，都默契的没有接话。第2天临出发前，宋燕直接给了江清月20个碗。不是有人还要带走吗？我怕不够，就多做了些。嚯，你这手艺可以啊，都快赶上大哥了。宋燕微微勾了勾唇，转身回房去了。这一趟江清月2人卖了足足有100碗，除却昨天没吃到的，另外还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，一口气挣了500多文。江清月和宋冬梅都是喜上眉梢。清月，你们俩这是挣到钱了？只是挣个够吃饭的辛苦钱，这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。见到江清月和宋冬梅回来，吴氏这才站起来打招呼。哟，小月回来了，热坏了吧？娘，你们这是在补屋顶？是啊，我们看老三一个人在家补房顶，所以就过来帮忙了。二嫂呢？你们都过来干活，她没意见啊？你二嫂今天回娘家去了，说是给侄子过生辰。怪不得。娘，你喊大哥他们下来歇歇，喝点水吧。弟妹，不用了，我们这马上就好了。江清月笑着点了点头。正好我买了菜，晚上都在这儿吃饭，都不许走啊。娘，晚上都留下来吃顿饭吧。那行，我们晚上都来这儿。那我们能帮着干点啥吗？哎呀，这闲着也是闲着，要不再让你大哥给做点勺子碗啥的。江清月见他们已经忙了这么久了，哪里好意思再让他们继续干活？谁知道宋冬梅嘴快，勺子碗暂时是够了，但是我们也正犯愁呢。今年3剩用完了，仙草剩的也不多了，竹子也没了，这些都是要上山去弄的，一堆的活计。几人听了，纷纷要求一起上山帮忙。那我们一块去摘吧。上山再过2天都要落完了，我们不知道你要用，知道的话就帮你全摘下来了。三嫂，那我们都去了，就是那桑葚全摘下来的话，不知道能不能放。能，先弄回来，我再想办法。好嘞，反正天黑之前我们能弄多少就弄多少。娘，你留下来帮忙，我跟着一块儿去就行了。还是你留下来帮忙，我跟他们一块儿去。那边地方又不高，我上得去。说着，不等宋燕开口，就已经率先走了出去。我帮你烧火吧。江清月抽了抽唇角，应了一声，便忙转身走进厨房。弄了这么多回来呀？嘿嘿，三嫂，那边的桑葚都被我们给摘完了，能找到的仙草也都被我们给薅光了。江清月激动地招呼大家洗手吃饭。等大家洗完手一上桌，看到眼前的菜，都不由得惊呆了。怎么这么多菜，还都是肉？是啊，清月，你怎么做那么多呀？今天大家辛苦了，帮了我和阿燕这么多，请大家吃顿好的，不是应该的吗？大哥大嫂，二哥，清月说的没错，你们也别拘束了。宋冬梅见大家伙端着饭发愣，赶忙拿起筷子帮忙夹菜。你们赶快尝尝我三嫂的手艺，保证你们喜欢。几人忙应了一声，夹起碗里的菜吃了起来。我终于明白小妹为啥不愿意回去吃饭了，这三弟妹的手艺啊，确实不错。是啊，这肉菜做的好吃也就算了，这豆腐怎么也能做出肉味儿，还有这鸡蛋也比家里的好吃。一看你就外行了吧？这豆腐啊，是三嫂用猪油事先煎过的，肯定有肉味啊。咱们家韭菜炒鸡蛋就放1个鸡蛋，三嫂这是鸡蛋里面撒韭菜末，能不好吃吗？我看呐，你是光学会吃了，怎么没见你也跟着学学厨艺呀？宋冬梅吐了吐舌头，也不敢再多卖弄，
赶紧低头扒起饭来。一顿饭吃完，众人皆是一副满足的样子。本想留下来帮忙继续干活的，却都被江清月给赶了回去。没什么要干的，大家快回去休息吧。吴氏见状，便带着大家一块儿回去。等到了隔壁，这才朝众人开口：今天吃饭的事儿不能告诉老二家的，尤其是你夏江，不想你媳妇儿找事儿的话，就把嘴闭严实点。知道了娘，我又不是缺心眼儿。第二天又是去镇上卖仙草冻的一天，正好你今天也没什么事儿，跟着他们还能帮个忙。江清月连忙摆手，还是算了吧。一想到等一下要在宋燕面前卖弄她的顺口溜，江清月就尴尬的抠脚趾。哪知道宋燕直接将地上的竹篓背了起来。走吧，正好我也要去一趟书局。说完，率先背着篓子往村口走去。今天也是稀奇了，往常这么早去镇上的人并不多，但是这会儿牛车都快坐不下了。去镇上的路多颠簸，江清月使了9牛2虎之力，好让自己不靠在宋燕身上。这样一来，坐在江清月另一旁的大娘可就遭殃了。人到半路，大娘实在忍无可忍了：清月，你往那边去，压得我这老婆子都快喘不过气儿来了。江清月尴尬的想要表演一个原地消失。清月这是第一次带相公去镇上，是不是不好意思了？刚成亲的都这样，没事儿，婶子们都是过来人，你们不用不好意思。就是啊，三哥，你拉着点嫂子，一会儿路更颠。江清月瞪他一眼，无奈的往宋燕那边挪了挪，尽量侧着身子不去看他。你是要去书局的吧？你赶紧去吧，我们俩在这儿就够了。宋燕也没说什么，嗯了一声，转身就走了。等他走后，江清月一秒进入状态，拉着宋冬梅利落地把摊子摆了起来，吆喝声同时响起。哪知道才过了半个时辰，人就回来了。彼时他正卖力地一边吆喝，一边给食客装仙草冻。看到乍然出现的宋燕，人都麻了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要不要帮忙？那你帮忙收钱，顺便维持下排队秩序。宋燕加入后，仙草冻的摊子前排队的人明显更多了。我们这仙草冻吃起来凉丝丝、甜滋滋的，而且还可以解暑降火、美容养颜。哦，对了，咱们家这些竹碗都是这位郎君手工打造的，只要2文钱，竹碗就能带回家。宋冬梅不满地看着那些年轻姑娘对她三哥献殷勤，气得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。好吃下次再来，我们最近一直在这个位置摆摊啊，是，郎君是我们家的，有时候在，有时候不在，就看缘分了。三嫂，你是不是缺心眼儿？江清月扭头示意他闭嘴。一会儿去买肉，你吃不吃？哼，吃。行吧，反正只是看看，又不会掉块肉。宋大哥，我听说你今天去书局了。宋燕正收着钱，突然见陈思儿冲到自己面前，忙退后了几步。你是来买仙草冻的吗？不买的话，麻烦让让，别耽误我们做生意。哪知道人家压根儿就没难受，直接说了声买，然后就把钱递到宋燕面前。麻烦先去后面排队。好不容易等这姑娘排到跟前，宋燕又和宋冬梅换了洗碗的活，让她来收钱。陈思儿在宋燕那儿受了冷落，直接把气撒到江清月的身上。又是你凭什么指使宋大哥去洗碗？还有啊，他额头上的伤疤是不是你弄的？你买不买？不买一边去，别耽误我们做生意。哎，你这人好奇怪啊，上次看你我就不爽了，今天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吧？两人斗嘴的功夫，宋燕直接起身走向江清月。你看看你，这么多汗也不知道擦一下。我操，他在干嘛？你上次说我们对外要维持正常的夫妻关系，是不是意味着您有义务
帮我解决一下眼下的事。可你现在这个情况有些棘手啊，要我帮忙也可以，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条件等我想好再说。说完便提高声音嗔怪道：你看看你，几个碗弄得一身都是水，你别光顾着给我擦了，我不热，来，我帮你擦。陈思儿看到这一幕，也顾不上和宋冬梅分辨，直接气得哭着跑了。行了，答应我的条件别忘了，等我想好了告诉你。闹剧结束，仙草洞也所剩无几，咱们去吃碗馄饨再回去吧。宋冬梅自是欢喜不已，忙收拾着篓子过去。宋燕摸了摸怀里的钱袋子，直接递给江清月。这是今天抄书的钱，你收着。江清月也没跟他客气，直接装起来就走。一到家门口，二嫂刘秀娥的嚎啕声又从隔壁院子传了过来。你们是亲兄弟，你给他帮忙行，问他要个方子怎么就不行了？需要的时候是亲兄弟，挣钱的时候怎么想不到你？刘秀娥，你他娘的再说一遍试试，别逼我动手啊！你要是不乐意，给我滚回你的娘家去！三弟妹，这房子的事儿啊，你可别误会，我们都没有那个想法，我相信老二也没有，而且这事儿也不是我们几个说出去的，这娘特地叮嘱过我们不要告诉二弟妹，而且我们那天下山后都天黑了，这路上也没碰上个人。那刘秀娥是今天才回来的，有人来家找过她？张素娘想了想，突然记了起来。哎，对了，今天你那个堂妹江翠翠过来找过她，两人一块出去了一会儿，好像就是从回来开始就和老二不对付了。我知道了，大嫂你先回去吧，劝娘别动气。张素娘哎了一声，答应着便回到了隔壁。隔壁有二哥在，你就别去了，有和他磨嘴皮子的功夫，咱们不如想想该怎么治挑事儿的江翠翠。三嫂，那我们现在去找江翠翠？上次不是你说没有证据治不了她的吗？最近你有见过她吗？自从上次从这儿离开，好像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。我不曾见，也未曾来过。三嫂，我见过呀，你不知道，自从上次从这回去之后，也不知道她是着急上火还是怎么的，听说脸上长了一脸的脓包，还上山找什么草药说要复脸。哦，对了，就是昨天我们上山碰到的。江清月两手一摊，破案了。看样子昨天晚上他一路跟着你们，看到你们把东西搬进了院子。怪不得这女人脸都烂成那样了，还有心思想着祸害别人。江清月垂眸思索片刻，心中浮上一计，一会儿你先回去劝架，好好劝劝二嫂，顺便。宋冬梅先是一头雾水，后来越听越高兴，眼睛都亮了起来。三嫂，我知道了，你就等着瞧好吧。宋冬梅跑到隔壁后，破天荒拉着二嫂刘秀娥苦口婆心地安慰起来。刘秀娥正是一肚子委屈没地方发泄，碰到宋冬梅愿意听，也顾不上平时俩人关系如何，便一股脑地开始给她倒苦水。刘秀娥吐完苦水，又开始想从宋冬梅身上套话。哎，你说那江清月以前在家里就是个草包，怎么嫁了人就什么都会干了？她卖的那仙草冻到底是啥做的呀？哼，二嫂，你就别惦记了，那玩意儿太复杂了，我天天在旁边看也没学会，就你这，还是算了吧。而且我三嫂她从来都不是草包，之前只是不愿意出头罢了。难道你没发现吗？她脸上的脓包都被她给治好了。一听脓包，刘秀娥果然立马来了兴趣。哎，那你知道她脸上的脓包是怎么治好的？说完，见宋冬梅不太愿意说，便拉着她激将道：小妹，你才吃了她几顿饭啊，就被收买了？你这些天呀，天天帮她干活，她有给你工钱吗？唉，工钱一文没有。不过就她那生意，
挣得够我们3个人吃饭都够呛。小妹，你说那什么仙草能卖钱，他不愿意告诉我们就算了，这治脸的偏方又不耽误他挣钱，告诉我能少块肉吗？二嫂说的也有道理。那这样，我等一下就去找三嫂问问。不过你可要答应我，别再吵吵了。还有，这偏方拿回来，你可不许去卖钱或者给别人用啊。哎呦，我娘家妹子呀，这2天脸上长了脓包，我是给她求的，绝对不可能拿出来卖钱或者告诉旁人。只要你能帮二嫂要来，保证重谢。好吧，那我去试试看。你别忘记答应我的就成。说完就去了隔壁。如何？哼，鱼咬钩了。你掉茅坑里了。江清月，你装什么装？这还不是你害的？你害我涂了2天的猪粪和牛粪，现在这味道怎么洗也洗不掉。你这个毒妇！话音落，已经有不少看热闹的人围在了院外。你说什么？我害的你？我这几天可从未见过你，如何害你？你告诉你二嫂的，别给我装蒜了。二嫂，我何时何地和你说过什么方子的事儿？不是你亲口告诉我的，但是你亲口告诉了冬梅，然后冬梅才告诉我的。好啊，二嫂，当初你骗我说是你娘家妹妹脸上长了脓包，好说歹说让我过来找三嫂求方子的。你当时明明和我保证绝对不会告诉别人，现在你不但说了还害了人，这不是你活该吗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说完，宋冬梅还不忘朝着江翠翠啐了一口，奚落道：呸！你这身上的味道恶心死了，一看就不可能是用了我三嫂的方子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故意恶心人的，还好意思来找我们算账。说着便捂住嘴往后退了几步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你说绝对没问题吗？哎呦，我绝对没听错，真的是冬梅亲口告诉我的。我和你无冤无仇的，怎么可能害你呢？行了，你先说说看，你到底用的什么方子？猪粪，还有牛粪。江翠翠气得眼眶都红了。够了，不是你告诉他，你这脸就是这么治好的吗？我可没说过这2样，我说的是珍珠粉，不是珍珠粪。江翠翠顿时愣在原地。那牛粪呢？什么牛粪？那是硫粉，就是用硫磺碾磨出来的粉末。这东西的确可以祛痘，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去找个大夫问问。江翠翠两眼一黑，连忙拽住刘秀娥：是你听错了。我也记不清了。江翠翠猛地想起什么，珍珠和硫磺都是稀罕物，我不相信你有银子买它。我是买不起啊，但你托那么多人来问我，7转8转的也没说清楚是要我治痘的方子啊。我还以为冬梅随口问我什么东西可以祛痘，再说了，我的确也没说错呀。江翠翠简直要呕血了，气得想要立刻离开，但是看着江清月光滑的脸蛋，还是忍不住问道：那你的脸是怎么好的？我的脸是用香皂洗好的。香皂？只听过枣豆，香皂是什么？江清月大大方方的回屋，从空间把她洗手剩下的半块肥皂拿了出来。这香皂是在江都府买的，花了2两银子呢。阿燕为了给我买这个治脸，没日没夜的抄书，人都消瘦了不少。看着江清月手心里洁白如玉的香皂，江翠翠莫名态度就软了下来。清月姐，刚才是我误会了你，肯定是传来传去传差了。这香皂你能不能让给我？行吧，谁让我们是好姐妹呢？除了相公不能让，一块香皂还是可以的。既然你想要，那就2两银子给你，
我也不问你多要了。什么？你都用过了，还要卖我2两？妹妹，这托人来回去买，路费不要吗？人情不要吗？时间不要吗？况且我也只用了几次而已。你要是嫌贵，那就算了，正好我也有点舍不得。2两就2两，只不过你这东西到底有没有用，都要试试才知道吧。冬梅，麻烦帮我打盆水。宋冬梅虽然不知道三嫂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不过还是麻溜的帮忙打了水。我们这盆是干净的，我来倒，你来接着洗吧，别弄脏了我们的盆。江翠翠怄得要死，不过还是更想赶紧看看江清月手里的香皂到底有没有效果，赶忙接了水去洗脸。洗完之后，脸上立马清爽了不少，而且还带着淡淡的香味儿。江翠翠心动了，二话不说就准备回去讨钱。对了，妹妹，上次你送我的那个酱我吃完了，你来的时候能不能再带一罐给我，就当是转让费了。江翠翠一心只想赶紧把香皂拿下，便没有多想，答应着跑出了门。三嫂，你怎么能把那么好的东西给他呢？就应该让他脸一直烂下去啊！好了，别气了，刚才你没看出来吗？他那脸上的脓包其实并不严重，要是不折腾的话，过2天自己都能好了，还不如让我赚一笔呢。再说，一会儿给不给还不一定呢，先把钱拿到手再说。宋冬梅也很快反应过来，三嫂，你让他送酱过来，是不是？没等说完，江清月便给他使了个眼色。宋冬梅心下了然，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，看到江翠翠的身影后，故意弄出很大动静，把刚才前来看热闹的人重新又给吸引了过来。看样子这江家人还是有钱呐。没错，肯定是之前从外面带回来的银子还没花完嘞。有银子给江翠翠买洗脸皂，那之前还为了2吊钱和清月闹成那样，也是奇怪了。这家人对江翠翠和江清月一个天一个地的，这事儿又不是1天2天了。瞎说什么？我们家对我堂姐哪里差了？这不，我还带了清月姐最喜欢吃的酱过来。翠翠说的没错，以前在家的时候呀，她就经常弄这个酱给我吃，现在嫁了人还隔3差5的给我送呢，怎么可能对我不好？众人听后讪讪的笑了笑，也都很好奇江翠翠带给江清月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好东西，便都纷纷传着看了起来。哎，这是什么酱啊？我闻着怎么像是麻曲散呢？此话一出，众人也都纷纷想了起来。哎，没错，我说这味儿怎么那么熟悉呢？我们家猪也吃过这个呀，拌一点到猪食里，吃的可香了，还哐哐整标。江翠翠，你给我吃了这么多年的东西，竟然是给猪吃的，你什么意思？不，是我拿错了，我太着急了。哼，拿错了？这么多年你给我吃的一直都是这个味道，我闭着眼睛都能认出来，怎么可能会错？说完，江清月转身去了厨房，将上次的罐子拿了出来。这里还剩一点，是你上次带过来的，你让大家伙看看是不是一样的。我也不知道，这个是给猪吃的，我也是好意，闻着挺香的，所以才……你这种心思肮脏的女人，不配用我的香皂。众人也都被吓了一跳，等回过神后，纷纷开始替江清月打抱不平。哎，我记得清月小时候可瘦了，就是从几年前开始胖的，原来是吃了这个。这个江翠翠真是坏的汤水了，怎么能想出这么阴损的招数来呢？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们姐妹一场，你就原谅我的无心之过吧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。好一个姐妹情深，以前我一直以为你是真心待我，到了今日我才知道你原是蛇蝎心肠，不报官不能凭我这么多年的委屈。
江翠翠一听要报官，吓得魂儿都散了，夺过来直接往嘴里塞了起来。你看，我也吃的，这个人真的能吃。众人看他大口吃着那酱料，恶心的快要吐出来了。刚才宋燕趁着几人闹翻之时，便早早出门去找村长打了小报告，此刻已经带着村长来了。一起来的还有听到动静赶过来的江家人。这东西我们真的都不知道，肯定是翠翠自己弄的，两姐妹小打小闹很正常。是啊，他们俩闹着玩呢。闹着玩？你问问大家伙，谁家姐妹像样闹着玩？而且一下就是好几年。村长，这分明是处心积虑的谋害。被扣上谋害的帽子，江家二房一下子就慌了。大哥大嫂，你们倒是说句话呀！清月是你们的孩子，你们的话他肯定听。清月啊，这事的确是你妹做的不对。这样，让她当着众人给你赔礼道歉还不成吗？哼，一句赔礼道歉，我这么多年身体受到的伤害就能弥补得回来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要么报官，该怎么罚就怎么罚；要么就让江翠翠把她的嫁妆全赔给我。当初你们说我长得丑，也嫁不到什么好人家，所以才没给我攒嫁妆。既然这一切都是她江翠翠造成的，那理应她来承担后果。不行，那是我爹娘给我攒了10几年的，凭什么让给你？去坐牢还是赔嫁妆，你自己选。娘，你快想想办法，千万不能让翠翠去坐牢。要是进了官府，翠翠的清白也就毁了，这辈子就别想嫁人了。李老太又气又急，猛喘了几口气，才朝着两人挤眉弄眼。哎呀，翠翠的嫁妆不过是2床被褥，她要的话给她就是了。奶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出嫁前，江翠翠天天拉着我显摆她的嫁妆，每一样值多少钱都算得清清楚楚给我听。她那些东西加起来至少20两，一个子儿也不能少。20两？你想银子想疯了？就算把你卖了，也不值20两。没关系，给不给纯属自愿，如果不给，那咱们就报官呗。这副没得商量的态度，让李老太气得直跺脚。李老太，清月丫头足足被你们下了几年的药，没有把你们直接告到官府，已经够仁慈的了。你们若是再执迷不悟，明天一早就直接收拾东西，滚出石崖村。村长话一出，众人纷纷附和。对，让他们滚出石崖村，滚出去！这一招虽然已经用了几次，但不得不说，真的很好用。不走，我们不走，我们给就是。娘，哎呦，你们俩现在就去取20两给他。娘，我们哪有20两啊？翠翠的嫁妆可都是东西呀。去，帮我取20两过来，先垫上，等回头再把二房的东西拿出来去典当。在村长的见证下，交完钱，李老太便在大房二房的搀扶下往回走。江翠翠刚才气急了，临走却突然想起来，刚才自己还给了江清月2两，2两是你买香皂的钱。那你给我香皂？香皂？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你的东西怎么不好好收着？哼，江清月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当初你之所以能嫁给宋烨，无非是因为奶嫌宋家人穷，怕我想不开，所以才让大伯母哄着你使计嫁了。你真以为家里人是为了你好啊？还有，你真以为宋烨他会喜欢你吗？江清月听到这儿，脑子突然一个机灵，仿佛如梦初醒。是吗？可我现在就觉得我相公对我挺好的，人都是会变的嘛。
阿姨说的很是，人的确都是会变的。江翠翠憋得脸色涨红，哇的一声大哭着夺门而出。谢了。不必谢，一报还一报，上次的事就算是扯平了。说完，不等江清月拒绝，便起身追出门，准备送村长。月啊，真是苦了你了。娘没想到这些年你在江家过得那么苦。你放心，以后老三肯定会好好对你。娘，你别难受了，我刚才那样都是故意的，不然怎么要银子呢？吴氏听后先是一怔，随即连忙擦了擦眼泪。这银子就是你的嫁妆，以后你好好收着。还有啊，月儿，娘觉得你现在真的瘦了很多了，皮肤也白了，脸上的包也消得差不多了，越来越好看了。江清月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，知道这对于不善言语的吴氏来说也同样不易，便欣慰地点了点头。吴氏说完话，便带着老大老二要回去。还不走？回去再和你算账。三嫂，这香皂能不能借我试试啊？给，我这儿还有一块全新的给你，洗脸洗澡都可以。不用，我就这小的就成。慢慢用吧，过段时间咱们的香皂就做好了，以后就有使不完的香皂了。啊？咱们做的不是香姨子吗？都是一个意思，咱们这一批做的是鲜花皂，等过2天空了，咱们再做一批清凉的薄荷皂，等以后秋天无患子成熟了，咱们也能做起泡泡的香皂。总之啊，有什么咱们就做什么。宋冬梅听得心花怒放，言语已经无法表达她的欣喜，干脆直接走上前，准备将人抱起来欢呼一下，结果发现根本抱不动。姑嫂二人一个无语，一个尴尬，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第二天早上，宋燕在饭桌上破天荒地主动开口说话。要不要我同你们一起去镇上帮忙？你没事儿？没什么事。要不你还是留下来看家吧，我和冬梅去就成。昨天江家吃了那么大的亏，我担心他们会上门找麻烦。宋燕以为他是担心被偷家，想了一瞬便点头答应。知道了，你们早去早回。三哥，我和三嫂走了，你在家好好看家啊。宋燕莫名有一种被嫌弃的感觉。一上午都很顺利，两人的烧仙草也卖去了大半。眼看到了晌午，那把人烤得快要冒油的烈日突然被乌云遮住。冬梅，咱们不卖了，早点回去吧。啊，大家都还没有要走的意思，要不把剩下的卖完咱们再走吧。这都快1个月没下雨了，一时半会儿应该下不下来的。成，那咱们加快点动作。等两人卖完桶里的烧仙草，街上顿时刮起了一阵大风。两人一看快要落雨，也顾不上买东西，背起篓子就往东市跑。哪知赶到东市还是晚了一步，牛车已经提前走了。啊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咱们难不成要走回去啊？话音刚落，豆大的雨点便往两人身上砸。江清月连忙拉着宋冬梅找了一处屋檐下避雨。还好咱俩没赶上牛车，不然这会儿肯定要淋成落汤鸡了。也是，那路上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。可眼下咱们这么等着也不是办法呀。反正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那可是多味楼，镇上最大的酒楼，你确定要去那吃啊？走，去看看。二人沿着屋檐一路避着雨，走到多味楼门前。三嫂，咱们真的要进去吗？没事儿，咱们也难得赚了点钱，不能光挣不花，该享受的时候还是要享受下。走，三嫂请你。三嫂，你还别说，
这多味楼的菜就是不一样啊，也太好看了。哎，你看这鱼怎么长得像只松鼠啊？眼力不错，这鱼就叫松鼠桂鱼，是多味楼的招牌菜，你快尝尝。宋冬梅咧开嘴角，连忙激动地夹了一块鱼肉送进口中。三嫂，这鱼肉做的还没有你做的好吃呢，除了甜味儿，啥也吃不出来啊。这松鼠桂鱼可是我们店的金字招牌，岂能容你们这么糟蹋？你们是来吃饭的还是来找茬的？嘿，我说的又没错，这鱼肉做的难吃还不能说了。我们是来吃饭的，又不是来受气的。我小妹说的没错，我们的确是来吃饭的，碰上喜欢的夸一句，碰上不好吃的发句牢骚都不行吗？毕竟是花了真金白银来吃饭的，故意找茬对我们有什么好处？那小二被江清月呛得一愣，还没想好怎么还嘴，突然就看到两道身影走了过来。钱掌柜，少东家，不知方才二位所说这鱼有什么问题，可否赐教一二？赐教不敢当，只是一点小小的建议，你们随便听听。这鱼肉炸得有些过火，兴许是油温太高了。像这样已经切成花刀的鱼肉，一般7成油热下锅一遍就够了，太久就会把鱼肉里的鲜嫩也丢掉了。还有就是这酱汁儿，酱汁又如何？的确是有些过甜了。这鱼原本就是油炸的，不如再增加一点醋的比例，提香的同时还能平衡下口感，这样吃起来才不容易腻。这只是我按照自己口味提的一点意见，你们其实不必放在心上。毕竟多味楼能开到现在的规模，想必菜色也是受大多数人喜欢的。我是多味楼的少东家徐长青，今日多谢姑娘赐教。说着便吩咐钱掌柜把桌上的松鼠桂鱼撤下去，按照江清月刚才说的法子重新做一遍端上来。二位久等了，烦请姑娘再帮忙尝尝。好吃，好吃多了，多谢了。好吃是好吃，不过外面的雨停了，我们着急回家了。的确是该回去了，告辞。说着便匆匆付了银子，背上竹篓快步往外走去。哎，大少爷，刚才那2位姑娘不是说好吃吗？我看要不然咱们以后就按照这个比例改下去。好吃？若是真的好吃，他们还会剩下这么多着急走吗？大少爷，那你先打听打听那2人什么来历，回头约他们再来一趟，想办法看看他们的手艺。是。三嫂，刚才那小二那么可恶，你为啥还那么好心的给他提建议啊？再说他们重新做的也不好吃。你呀，只是举手之劳提个意见，卖个人情而已。万一以后咱们需要找他们合作呢，先给人家留个好印象，总归没错。好吧，那个掌柜的和那个他妈大少爷人倒是还行。哎，三嫂，你快看，是牛大叔。2人高兴得像是见着亲人了，赶忙朝着牛大叔跑了过去。等到了跟前才发现车上还有一个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们的亲人宋燕。你怎么也来了？刚才呀，我本来想在东市等你们的，大家催的实在是厉害，所以啊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我们刚到村口，就看见宋燕提着伞过来找你们，正好我担心啊，说你们俩别出什么事儿了，就赶紧呀一块儿过来了。谢谢。快上车，一会儿都淋湿了。江清月顾不上避讳，连忙拉着他的手上了湿滑的牛车。三哥，我还是第一次去多味楼吃饭呢，那里面可漂亮了，就是那菜的味道不咋地，还不如我三嫂做的好吃呢。那掌柜的和什么少东家一个劲儿的追问我三嫂意见，我们一看雨停了就跑了出来。宋燕静静听着，心底不由得哑然失笑。方才雨下的天都要黑了，他还以为2人赶不上车，肯定要发抖着躲在路边哪个草丛里担惊受怕。一路上催促着牛大叔走快点，2只眼睛也一直在寻找2人的身影。结果这俩人倒好，淡定的在多味楼里吃吃喝喝，
丝毫也没有受大雨的影响。今天家里还好吧？江家有人来吗？昨天刚出过事，江家人一时半会儿不敢来。啊，那就好。三嫂，上山捡菌子去不去？去。宋冬梅一边走一边给江清月介绍各种菌子。这个季节啊，咱们主要捡葱树菌和鸡油菌，尤其是那个鸡油菌，煮起来吃可香了，有一股鸡肉的味道。要是捡得多的话，咱们还能晒干去城里卖呢。江清月想到自己在现代看的小说，里面大部分古代人都不敢吃菌子，怎么到了他这里懂得比他还多？不过想想也是，一辈辈靠山吃山的人，怎么可能不认识菌子？嘿嘿，宋家嫂子，你什么时候有俩闺女了？没错，看着就像是亲闺女一样。大嫂，刚才你可听见了？人家都说娘对江清月呀和亲女儿似的，你还说娘不偏心？小娥呀，你听差了吧？这人家说的是好的像亲闺女一样。再说了，老三年纪小，这娘多照应点儿也是应该的。哼，你等着看好了，一会儿看看小妹捡的蘑菇是往哪家里送。哎呀，一点蘑菇值不了几个钱。再说小妹最近没少在老三家吃饭，送点蘑菇也是应该的呀。就你会做好人，合着那蘑菇换的钱是给我一个人了呗？哼，也是。大嫂，你可是欠宋家一个孩子，那么大的一个孩子，说没就没了，老大没休了你就不错了，你自然是不敢再忤逆婆母了。张素娘一听，整个人顿时被定在了原地，眼眶也瞬间红了起来。我让你乱嚼舌头，我让你再说。哎呀，你个死丫头，疼死我了！你还知道疼？那你刚才拿刀子在别人心上捅的时候，你怎么不问问别人疼不疼啊？有脸说别人，怎么不管管你自己啊？你给宋家生了几个孩子？我嫁到你们宋家1年还不到，我生什么生？江清月一开始也吓了一跳，但见宋冬梅明显占据上风，便也不去拉架。大嫂，你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，他说的话你就当放屁了，别往心里去。小月说的没错，娘一直只有心疼，从来没有埋怨过你。说话间，两人厮打的动静把前面的宋家三兄弟也惊动了。你在这里胡咧咧什么？刘秀娥，你这张嘴早晚要惹大祸，给大嫂道歉。好啊，宋下将，你们一家人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，想要我道歉门儿都没有。哎，你跟着去看看，这山上路湿滑，万一摔了就麻烦了。哼，不去，摔了就摔了，你该让他长长记性。宋冬梅也哼了一声，拉着江清月快步往一旁的草堆捡蘑菇去了。不过作为旁观者的江清月还是很好奇，趁着四下无人，便问起大嫂的事儿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张素年头2年怀了个孩子，都已经5、6个月了，结果不小心摔了一跤。唉，明明身体都好了，为啥就是怀不上呢？要是怀不上，我感觉大嫂会一直因为生个孩子难受，走不出来。你说的好只是表面的，那里一时半会儿很难养好，慢慢来吧。宋冬梅点了点头。这2年地里收成一直不好，都是靠大哥做点木工，编点箩筐，去镇上卖，赚点零花。三嫂，要是咱们以后生意做大了，需要人，你看能不能让大哥大嫂给我们帮忙啊？他们也不是贪心的人。好。三嫂，你真是太好了。